原廠 brake kit 升級成改裝 Big Brake 真的值得嗎？普通駕駛會不會錯？跑山路會不會過熱？緊急 brake 會變更好嗎？還是只有外觀上有所區別？這套是原裝 brake， 而這套是價值5000塊的改裝 brake， 這兩者有什麼區別 ？So 今天我會把這一套改裝 brake kit 放在這一台 Lexus IS250 上面，然後我還會詳細講解到底原裝的 brake kit 跟這一套改裝 brake kit 有什麼樣的區別，工藝上有什麼提升，並且我會上路實測，到底它的日常體驗是什麼樣的感受，以及我會把這一台開啟上路，看它的溫度表現如何，還有我會測試100到0緊急剎車是什麼樣的表現。從這些測試，我們可以大概知道到底原裝和改裝有什麼樣的提升，有什麼樣的區別，以及提升到底多少，讓你知道到底值不值得。歡迎收看這部影片，我是子陽。你現在收看的是 IS250 的改裝計劃。我這一次改裝的 brake kit 是拿這一個 TT Sport 的 SL6， 它是 Slim 系列，是主打偏日常的駕駛。我特地選這個黃色來搭配這一台紫色，紫色和黄色是對比色。如果這卡鉗裝上去，因為是對比色關係，所以它會有一種点綴效果。他們的 display 還有這個 rotor head 其實都可以 custom 啊。And then 我就選這個簡單的弧線設計。rotor head 的話，它也可以選顏色，只是我選相對比較保守的黑色。那事不宜遲，我們先把這個原裝的 brake 先把它拆下來，然後我們來進行對比，到底原裝跟改裝的有什麼差別。OK， 我已经把这台车的原装 brake 拿下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对比，看这两个差异到底是什么。原厂 display 它是单片铸铁打造，然后它的热容量会比较低，高温容易变形。我们有进行100到0的极限测试，然后我们刹车经过了几轮之后，它的颜色在这一边会出现变化，也就代表它已经到達極限。如果再繼續在沒溜車狀態下踩剎車，很有可能因為溫度過高，所以導致剎車失靈。然後再來看改裝 brake pad， 它是2片式的。然後裡面 rotor head 它是用鋰合金打造，然後外圍 disc rotor 它是用比較特別的材質高碳鋼，它的特點是散熱會比較好，然後也比較不容易變形。再來它有一個導流的設計，可以提高這個背盤整體的散熱效果，讓這個背盤不會這麼高溫。再來就是一些粉塵跟你下雨的時候接觸到的水分，它也會隨着這個凹槽排出去外面。Rain Gate 簡單來講，這個是鑄鐵打造，這個是鋁合金。相比之下，鋁合金更耐用，受熱更高，而且更堅固。然後再來是 caliper 的部分，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它是單片鑄鐵打造，然後它只有一個 piston， 另外一邊是沒有 piston 的，所以它這樣子推過去，兩個 brake plate 這樣子夾着那個 brake 盤，所以它力道會比較不均勻。而且因為它這個 piston 是用鋼做的，它導熱性很強，導致說 brake 油會更容易熱。TT Sport 的 caliper 它是雙片鋁合金打造，所以它的剛性會更強，然後重量會更輕。相比這個當活塞原廠，它重量其實是差不多的，而且這個是6個 piston， 所以它的 size 會比原廠來的更大。還有一個小巧思我很喜歡。可以看到這邊的 piston 它是由小、中、大在一起，然後另外一邊也是。它這樣做原因是為了讓你在剎車的時候有更線性的表現，重踩的時候它的力道會更強。然後還有一點，因為活塞是1排3個，所以它的 brake plate 會比較長，就為了讓它的受力會更均勻。還有就是油管的部分，這個油管用的是橡膠質，因為這個 piston 有很強的導熱性，所以當這個被油熱的時候，這個橡膠就會開始變形，然後從而導致膨脹。所以在極限狀態下，你踩 brake 可能會感覺越來越軟，就是這個原因。TT Sport 用的是不鏽鋼編織，所以它不會有橡膠油管那種膨脹的效果，而且它的膠感會更扎實。So before 在安裝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把這個防塵蓋先把它拆掉，因為如果先安裝的話，會發現它會有刮蹭的聲音。因為這個改裝的 brake pad 它的厚度會比較厚，所以就導致說它會刮到這一個鐵片。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這個防塵蓋把它拆除掉。當然有些人做法是直接把它切掉，我們就覺得直接把它拆掉會比較好。你要切的話會比較麻煩。在我快完成安裝的時候，意外發生了。鎖上 caliper 之後，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就是 brake 盤沒有辦法轉，直接卡死不能動。情急之下就詢問客服，後來他們叫我拍 brake 盤的側面位置，才發覺原來是拆除防塵蓋後少了幾毫米的距離偏位，導致 brake 盤刺到 brake pad。當時我還覺得很誇張，怎麼可能？結果裝回去還真的能順利轉動，所以特別感謝 TT Sport 的客服，多虧他們的專業和耐心溝通，才能順利完成安裝。
相信改裝完 Big Red 之後，最多人的疑問是會不會影響日常駕駛體驗？像很多人想法是換了改裝的 Red， 比如說可能會很臭啊，像這樣子。很多人擔憂改裝好的 Red 每次走走停停會很不舒服，那其實是不會的。像前面是塞車嘛，我也是一樣正常的駕駛，然後慢慢點剎車，然後準備要停的時候，再慢慢放開，減少力道，然後舒適停下來。也是可以做到，而且我最大的體感是相比之前的原裝 Brake 脚感會更扎實。之前的 Brake 它前面的10到15% 左右，它是有點像踩空氣感覺，就軟綿綿這樣子。而且像如果我遇到這種塞車，它要踩一定的深度，車子還會停下來，因為打這力壓。換上了改裝的 Big Brake， 踩 panel 的 gap 會比較短，一點點就有感覺到剎車嘛。所以我只要踩到這樣子，可能它就已經可以停下來了。所以好處是說我不用花太大力气，然後如果一整天塞車的話，我只要腳放鬆，踩着那個pedal呢，基本上就可以停下來。安裝這個 TD Sport Brake Kit 算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。因為這台是我姐夫跟我姐姐的車，所以說這台車我很少接觸，我的評價不一定是準確，我只能夠以偶爾駕駛這台車的感受去跟你們講。而且它的 Brake 有一個很好的東西是，它相比以前會更線性。比如講，我現在開始要剎車，然後我輕輕點它，車就開始慢慢減速。我越踩越深，它就越減越多，就還是可以做到流暢的剎車動作。像我之前的 Brake， 它是你踩一點點，大概1/3，它也是有剎車。然後如果我要踩1/3，再多一點點，它突然間有一個很強力道壓進來。我換上 TD Sport 的話，它會有一種漸進式感覺，它會隨着那個深度，然後開始慢慢變，可能變成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那個力道是慢慢越來越增大，而且是很明顯的感受。或許這個就是小中大等邊式三活塞的特性。很多人會認為改了 Big Red 這種賽道等級的，或者是街車等級的剎車會有異響，會有那種摩擦的聲音。我目前試下來是沒有了。總結來講，它的日常體驗其實跟原廠差別不會太大。當然，它這個差別不大，不是說不好，它不會破壞你日常應該要有的舒適度，甚至它還可以大大提高安全性。還有我後面的 Brake 其實是原裝的，所以我同時也驗證一個事情，即使只改前面，不改後面，也是可以日常駕駛。那既然改裝 Brake 盤，它的舒適度不會輸給原裝，它的腳感會更好、更扎實，效果也會更好。如果它脫離日常的場景，它的表現會是怎麼樣？那我們繼續往下看。我開了1個小時，現在來到一個郊區，然後準備開上那個山路，看一下這個新的 Brake 盤到底表現怎麼樣。首先溫度已經到120左右。跟上次測量原廠 Brake 盤是一樣的溫度，所以我們就可以以這個最基本的數據來開始我們今天的測試。可能有些人會好奇，為什麼一定要測量溫度？因為升級 Big Brake 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就是改善溫度。像是在跑山路的時候，剎車會隨着使用次數越踩越軟，甚至是抬到底，剎車也不太會刺。有去過雲頂的人可能會大概知道這個感覺。不過雲頂不在沙拉瓦，所以我就選一個路面起伏比較高、彎道多的山路。山路有點窄，所以我速度也不會到很快。我會盡量一直做剎車，盡量測試它的極限溫度大概會調多少。而且這條路有一些地方有出現崩塌的情況，所以是蠻危險的。要常注意，要注意對向車會不會撞過來這邊。我所跑的山路單程大約有6公里左右，最終的測試結果會有點特別。原廠的剎車溫度上山後是112到120度，而 TD Sport 剎車則是144到160，會比原廠來得高。下山兩者的溫度都差不多，193到201之間，這跟原廠的表現差不多。不過有個前提，原廠我是很慢的行駛，因為我那時候不熟悉這個道路，然後就開得很慢，回的時候會快一點。And then 改裝 Brake Kit，我算是開蠻快的，因為完成的時間，如果你做對比的話，其實差蠻多的。兩者完成下坡的時間差了30秒。因為我在過程中我一直用力去 push 這台車，然後 brake 也踩會比較深。然而在更高速度，然後踩更深的 brake 的情況下，它的表現也是跟原廠一樣維持在300度，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不錯的成績。
應該足夠山路愛好者對於跑山剎車表現的需求。有一些比賽可以看到賽車裡面的剎車盤會呈現出紅色的狀態，就代表剎車的溫度此時已經來到非常高的地方。這些都是剎車持續高壓運作所帶來的後果。如果只是用原廠的 brake， 油管就會產生高溫氣泡，剎車變軟，各部件出現熱衰减的現象，抓不住輪胎。而改裝 Big Brake 就是提高臨界的剎車效果，增加熱容量，強化部件結構等等，來保證持續高壓狀態下依舊能表現穩定的剎車效果。或許剛剛的山路測試還不夠反映出我剛剛所提到的東西，那麼我們就來一個比較正式的測試。現在我來到這個地方，準備測試100到0的緊急剎車。然後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是一條大馬路，然後我們會從這邊100時速到這個紅色警告牌，我們就會重踩剎車，然後看一下它的距離怎麼樣。這次的測試目的是為了知道改裝的 brake 盤它的溫度表現跟它的剎車距離會不會比原廠有所改善。而且今天天氣相比上一次拍原廠還要來得熱，可以更加考驗這個改裝 brake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支撐這個測試，然後效果會不會比原廠來得更好。但在開始之前，我必須要講一個事情，那就是我犯下一個很大的失誤，就是我把這一個溫度槍的發射率調整成錯誤的數字，所以你們看到的畫面都會顯示偏高的數字，和實際溫度有一定的誤差。因為我沒有辦法來做一次測試，所以我就只能夠用Gemini AI 來幫我套用公式，利用 Planck's Law of Brake Body Radiation 跟 Stefan Boltzmann Law 來推算實際溫度。因為有很多外在因素，最後算下來可能會去到20% 的誤差，所以數據你們大概看就好。第一回合，原廠和 TT Sport 分別是 49.75 到 51.72 和 30.3 到 38.5， 原廠會偏高一點，因為我們在前面的時候有做一次練習，所以會比較偏高。過後的關鍵回合是在完成第4回合的時候，原廠 Dislodder 已經開始變色，在下一回合剎車距離就開始變長，溫度來到 128.5 到 138.3， 改裝的表面則是沒有太大的變化，剎車距離會往後一點，開始出現一定的差距。第10回合，原廠已經飛出攝影範圍，而 TT Sport 因為在9個回合成績，除了溫度逐步上升外，剎車距離卻沒有明顯的變化，所以我們就把速度稍微提高，距離就有所變長。不過到了第12回合，哇，現在 rim 有點不一樣顏色，現在被尾流射出來的。原廠 Dislodder 直接變成彩虹色 ，TT Sport 更誇張。表面看和剛開始沒分別，這個時候雖然原廠和改裝表面上看完全不一樣，但實際的溫度其實是差不遠。這也反映出高碳感的特性，就是很強的導熱效果。剎車的瞬間，快速的把溫度都平均分布在整個 brake 盤，而原廠在剎車期間就已經產生超過300度的熱量。熱傳導慢，導致累積過高的溫度才會出現變色的現象。跑了12回合 ，TT Sport brake 盤表面沒有任何顏色變化，於是我們不甘心，給車直接開啟排位賽模式。没变，最後試多一次，溫度最終在 156.8 到 168.7 後就結束測試，而原廠這時已經超過250度，這是逼近 brake 盤溫度的理論極限。我其實很想再給 TT Sport 再測試多幾個回合，想要把 TT Sport 的 brake 盤弄到有顏色為止吧，因為它的 brake 盤溫度真的升太慢了，即使我們加快那個車速，也沒有升到多少，加上我們的車其實會有 overheat 的問題，因為自從測試完上次原廠的 brake 之後，水溫就一直開始出現問題，在測試過程中就漏蠻多的單體水，所以只能夠點到為止，沒有辦法測出 TT Sport 極限在哪裡，算是蠻可惜的。
So， 升級 Big Braid 到底值不值得？相信看完影片，你們都已經有答案。給我的話肯定是值得，尤其是外觀的部分，黃色的 caliber 再搭配紫色的側器，而且那種隱隱約約黃色的點綴效果，整體的對比色效果真的很好看。而且剎車效果在我們經過測試、跑山路還有日常體驗，相比原廠可以講是全方位的升級。如果要講這個 Big Braid 有什麼缺點的話，目前遇到問題是這個鐵粉會產生很多，然後做清潔也很難。像是這邊的污垢我就沒有辦法清洗，因為太窄了，要買比較細的刷子去刷這邊的部分。如果看完這部影片，你對 TT Sport 開始有興趣，或者想要買的，都可以在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還有留言區找到官方鏈接，還有優惠碼可以使用。如果有透過我的優惠碼去購買，將會是對我頻道很大的幫助。當然，我也歡迎各大品牌找我合作，無論你是馬來西亞品牌還是國外品牌，歡迎都可以找我合作。如果喜歡這類型影片，歡迎在底下去留言。那影片到這邊就結束。我是子陽，我們下期見。